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回到深水区财经频道。6月5日，美国5月非农超预期，5月非农新增就业 17.2 万人，超出预期近1倍。数据公布当天，全球大类资产出现了暴跌，纳指跌了 4.18%， 费城半导体指数单日跌了 10.3%， VIX 涨了 34%， 黄金也跌了 3.35%。非农数据超预期对市场的影响是深刻且广泛的，所以本期视频将对这次市场冲击与波动做解读。这期视频我们主要回答3个问题：第一，这次下跌到底是什么性质？第二， AI 科技股还能跌多少？第三，对美股、AI 和 A 股科技应该恐慌离场还是分批找机会？我先给大家一个判断，6月5号这场 AI 科技股暴跌，不是 AI 泡沫已经破了，也不是2008年那种系统性危机，但它也绝对不是普通回调。我的判断是，这次不是产业趋势反转，而是宏观利率对高估值资产的一次集中拷问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市场不是突然发现没用了，而是突然发现，如果美联储又不能降息，甚至还可能加息，那这些提前把未来很多年增长都算进价格里的 AI 资产价格就太脆了。首先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核心表，5月非农新增就业 17.2 万人，市场原来预期大概8万到 8.8 万人，也就是说它不是小幅好于预期，而是差不多2倍预期。更麻烦的是3月和4月还合计上修了 9.3 万人，这个感觉就像你原来以为炉子只是有点热，结果温度计告诉你，不光现在热，前面几小时也比你想象中热得多。为什么就业好市场反而崩？这就是这次最反直觉的地方，它不是数据太差所以担心衰退，而是数据太好所以担心加息。报告里提到，美国 CPI 还是 3.8%， 核心 PCE 是 3.3%， ISM 价格分项到了 70.7， 再叠加油价和地缘因素，这个组合说白了就是经济没有明显冷下来，通胀也没有乖乖下来。那美联储为什么要急着放松？大家可以看一下利率预期这张图，材料里有2个口径，一个说年底前加息概率从约 50% 跳到 73%， 另一个口径说年底前加息概率到了 80% 以上。数字有差异，但方向是一致的。市场突然开始重新给年内再加息定价，7月加息概率也从1个月前的0升到 14.4%。 这个变化对 AI 股很致命，因为 AI 股本质上是长久期资产，未来的钱越远，利率一抬头，折现回来就越疼。这也是为什么跌得最狠的不是所有股票，而是 AI 半导体链。那只跌 4.18%， 标普跌 2.64%， 道指只跌 1.35%， 但 SaaS 直接跌 10.3%。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同一场雨里，不同人衣服湿的程度不一样。防御板块穿了雨衣， AI 半导体穿的是纸衣服。估值贵，涨幅大，仓位挤，利率敏感，这4个条件一叠加，非农就是那个把纸衣服打湿的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是不是说明 AI 牛市结束了？我觉得现在下这个结论太早。报告里有一个很关键的判断，现在还没有看到3件事：云厂商没有宣布削减 AI 的资本开始， AI 需求没有明确放缓，数据中心建设周期也没有中断。也就是说，分子端盈利和需求还没有被证伪，现在主要出问题的是分母端，也就是贴现率和估值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产业数据，全球云厂商2026年 AI 资本开支计划超过7000亿美元，谷歌、亚马逊、微软、Meta 这类公司还在砸钱。英伟达数据中心营收同比 70%加，博通 AI 营收同比 145%， 光模块订单排到2027到2028年。这个数据的画面感是什么？就是上游工厂的订单本还很厚，排队的人还在，只是资本市场突然问了一句，这些订单最后到底能赚多少钱？这里我既有认可，但也有担忧。认可的部分是
只要 AI 的资本开支不下修，这次更像估值压缩，不像产业崩塌。担忧的部分是 AI 商业化回报确实还没有完全跟上投入。红杉资本估算 AI 有大约5000亿美元收入缺口，这个数字很吓人。5000亿美元不是一个小水坑，它更像一个产业链上游和应用端之间的大峡谷。现在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桥，而是这座桥能不能在资本市场耐心耗尽之前修好。所以我们要把 AI 泡沫破裂和 AI 交易太极分开看。AI 交易太极这个我认为是确定的。报告里提到，费城半导体指数5月涨了 21.1%，ERP 降到-1.03%，处在2000年以来非常极端的位置。剔除 AI 生态公司后，标普500年初至今几乎持平。说白了，美股指数这段时间很多上涨，是少数 AI 核心资产扛起来的。船头几个人在拼命划船尾，大部分人其实没怎么动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历史对比这张表，材料把当前和2024年8月、2022年加息熊市做了对比。我的理解是，当前更像2024年8月的放大版，而不是2022年重演。2022年的核心是持续确定广泛的货币紧缩，现在只是市场重新定价可能加息，这个差别很重要。一个是已经下雨3个月，一个是天气预报突然说可能有暴雨，你要带伞，但不等于现在已经洪水进屋。那还能跌多少？材料给了2个相近框架，一个是美股 AI 主线从高点回撤，基准情形看 15% 到 20%， 乐观情形是 10% 到 15%， 悲观情形是 25% 到 33%。另一个更细一点 ，SOX 基准情景回调 15% 到 20%， 悲观情景 25% 加。这里面最有用的一句话是 ，SOX 已经单日跌了 10.3%， 如果按基准情景，剩余下行空间大概还有 5% 到 10%。这不是说马上见底，而是说不能再用刚刚开始崩这个情绪去看。但这里我也要泼一点冷水。市场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不是第一脚跌，而是第一脚跌完以后，大家以为只是估值问题，结果后面基本面也开始配合下修。对这轮 AI 来说，真正的分水岭不是非农本身，而是2个变量，一个是美联储的议息会议会不会更鹰，另一个是微软、谷歌、Meta 这些大厂会不会下调 AI 资本开支。只要这2个没破，调整更像去泡沫。如果2个都破，那就要防止从杀估值变成杀盈利。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 A 股部分，这里和美股不完全一样。A 股 AI 没有像美股 AI 那样一路极端单边上涨，很多品种前面已经回过一轮，但是 A 股多了一层内生压力。材料里提到基金风格漂移，整改大约1万亿被动卖出，指数样本调整大约5000亿。合计可能有 1.5 万亿机构卖压，这个东西很像本来外面下雨，屋里又有人开了喷淋，外部是加息恐慌，内部是制度性调仓。所以 A 股科技是不是更差？不一定。我的判断是 A 股短期波动可能更大，但中期赔率反而可能更好。原因很简单，美股问题是估值体系太拥挤，A 股问题更多是情绪和流动性扰动。如果一个资产本身没有涨到极致，它被外部冲击砸下来，往往会出现错杀。这里面要区分2类公司，一类是真有订单、有利润、有 PEG 支撑的，另一类只是跟着美股映射，估值还特别贵的。前者是可以研究的，后者要小心。报告里举了几个 A 股例子，中继续创 Forward PE 大概57倍。净利润增速 262%， PEG 大概 0.35， 新易盛估值也还在可讨论范围里，但天福通信 Forward PE 到180倍，含 5G 这类公司利润口径也比较复杂。我的理解是，不要一句 A 股 AI 有机会就全买，也不要一句 AI 暴跌就全卖，现在更需要的是显微镜，不是大喇叭。那怎么做？如果是做视频观点，我会把策略压缩成3句话：美股 AI 短期重节奏，别急着抄第一脚；
等利率和 AI 的资本开支确认。A 股科技中期重赔率跌下来以后看结构，不看口号。全市场层面真正的危机确认信号不是那只跌一天，而是信用风险盈利系统性下修，资本开支实质削减同时出现，现在还没到那个阶段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危机论对照表，自媒体讲危机其实不是完全没依据。加息重启是真风险， AI 回报不确定性也是真问题。5000亿美元收入缺口不是编出来的，但把它直接说成2008年，或者说成互联网泡沫立刻破裂，我觉得这个逻辑就跳太快了。2008年是金融体系的问题，2000年是大量公司没有收入，靠故事融资的问题。今天的 AI 龙头至少有真实收入、真实利润、真实的资本开支在支撑。这里面有泡沫，但不是所有地方都是泡沫。当然，最怕的反向情景也要讲清楚。假如6月 CPI 继续超预期， FOMC 释放明确加息信号，油价又上冲到100美元以上，同时7月季报里谷歌、Meta、微软任何一家下调 AI 资本开支，那我的框架就要调整。这个时候市场交易的就不再只是利率高一点，而是 AI 投资回报可能慢下来。这件事能不能发生，现在还不能下结论，但它是接下来1个月最需要盯的风险。最后我们总结一下：第一，这次暴跌的起点是 17.2 万非农和前值上修，不是 AI 需求突然崩塌。第二，市场杀的是高97、高估值、高拥挤的 AI 交易。SaaS 单日跌 10.3%， 说明情绪释放已经很剧烈，但不代表风险释放结束。第三，中期看关键不是非农这一个数字，而是美联储议息会议路径和 AI 的资本开支路径。只要这两条线不坏， AI 主线更像牛市里的去泡沫。如果这两条线同时坏，那才要认真考虑更深级别的调整。对投资决策来说，我的个人判断是，美股 AI 别在第一根大阴线后情绪化追进去，也别恐慌清仓。更合理的是，等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别再快速上冲，等大厂的资本开始没有下修，再分批看。A 股科技如果继续被外部冲击和制度卖压砸出价格，要重点看低位国产替代、订单兑现、利润真实的方向，回避纯概念映射和高拥挤品种。简单来说就是买确定性等弹性，买错杀不买口号。最后留一个问题给大家，你们觉得这次 AI 科技股下跌是一次牛市中的估值压缩，还是 AI 大顶的开始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最看重的指标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订阅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